今天台指期一度大跌了1655点，我知道大家想问什么问题？大家想问下星期一台股会不会继续跌？我告诉你，下星期一台股先涨再说。那是听不清楚，我记得节目上线一点钟后可以点选CC字幕的功能，电脑在右下方，手机在右上方，开启功能就可以看到字幕喽。哪些节目你还会亏失嘞？老师，今天台指期跌了1655点啊！对，你不要再哭了。你每次在荧幕面前哭，人家都觉得好像我欺负你，你到底有什么好哭的？今天你到底在哭什么啊？今天台股跌成这样，难道不值得我难过吗？不是，你早就已经空手了。你之前的鸿海、广达、伟创，你早就通通出清光光了。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也对哦。对，所以今天观众比你更担心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直接跟大家分享，今天台股暴杀，台指暴杀了1655点，这会不会是崩盘的前兆啊？还有今天的大跌，应该要逃命还是要低接呢？是不是很重要？再来，韩国股市跌到熔断，为什么？记忆体就是记忆体啊，什么三星、海力士、美光这些股票全部都下跌，手上的记忆体，今天华邦电、南亚科都很惨啊。这些记忆体类股族群可以留吗？再来，在一片惨绿的情况之下，竟然有一些股票会逆势抗跌，这很重要啊！为什么？因为这些逆势抗跌股，你看大盘跌，这些股票都不跌。那如果大盘不跌，你说这些股票有没有机会喷出去？喷出去是不是很有机会？所以这些逆势抗跌股，我已经帮大家整理出来了，有哪一些秘密，有哪一些值得大家进场的，我通通帮大家整理出来。好，昨天说真的啊，台指期一天啊，白天加晚上跌了超过1200点，结果今天呢更惨，白天晚上还没有大跌，这2天加起来台股已经跌幅差不多超过2400点了，几乎是上礼拜整个跌幅的全部了。上礼拜台股大跌2800点，现在呢台指期就已经跌了2400点了，台股会不会完了？你看我昨天是不是就帮大家直播？对。那我昨天帮大家直播呢，其实我们边讲是边拉，本来是没事的哦。你看一下我们在直播的当下，是最低点，然后就一路往上拉到睡觉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昨天凌晨3点起来，你知道吗？不是尿尿，我昨天凌晨3点忽然间看一下，涨了200多点，我心里想说没事了。对，昨天500-600点跌500-600点的时候进场，然后呢涨个200-300点，那现在就是我们获利至少就有800点，800点应该够支撑的吧？那就最后醒来只有涨好像30几点，涨30几点没关系。结果今天8点一开盘，看到韩国股市全面重挫，那个日经还有纳斯达克指数也全面下跌啊，就很担心啊，对不对？结果没想到，果然今天台股一开盘就一路往下杀不停，一路杀到最低，大盘是最低是跌了1400多点，但你看台指期的部分跌下去这一段最低最深跌了1655点，然后再急速往上拉完之后，大家觉得没事的进场买之后呢，你看又往下跌了啊，这到底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现在最担心什么？因为今天的下跌，大家会想说会不会是外资啊？你看一下外资的那个未平仓空单已经高达了69476，你知道吗？这是创什么？你知道吗？创历史记录吗？创历史记录啊！但这不是今天，这是昨天。昨天就创历史高了。然后你这时候就想说你看外资创历史高的空单，果然就造成台股的大跌。那其实我告诉大家，之前创历史高的时候，你看之前到67000的时候，台股有崩跌吗？没有，还在涨啊。尤其是黄仁勋来那几天，不是吗？黄仁勋这礼拜来，这是5、4、3、2、1，对吧？星期一嘛，6月1号开始北流演讲，外资空单就到最高峰。这几天台股是涨还是跌？涨，是涨。到星期4、星期5才出现气氛的转变。为什么气氛的转变？为什么？不就是黄仁勋走了吗？所以我告诉你，我觉得要让台股一直涨下去，你知道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吗？是什么？叫警察把黄仁勋抓起来，关起来，让他永远不能出来，没有教化的可能，不得假释。对，
直到什么？我们台股上8万点，你再出来好了，好，对不对？你觉得这样合不合理？合理。对。可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老师直播啊？老师，你看你昨天直播是不是一直直播那个台指期就一直往上拉，所以你干脆啊，就12小时直播、24小时直播、72小时直播，你干脆来拍一个电影，叫做《基底的直播》。我找你当女主角，代替我上好了，然后不要闹了。我跟大家分享，今天大家最想知道另外是什么？你看外资又开始卖超了，卖了800多，卖800多亿耶，826亿，这2天就卖超过了1500亿，那是不是会很危险？其实我告诉大家，过去来讲啊，每次外资最大量的卖超的时候，几乎都是台股相对的低点。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过了，外资都是什么追高杀低。你看哦，这是6月5号星期五嘛，对不对？你看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台股在涨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买超。那这2天台股在跌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卖超。所以外资根本就是个巨大的散户，大家不要太在意。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产业方向，台股到底有没有资金可以持续下去？那至于今天为什么我们明明昨天晚上都拉起来拉得好好的，结果今天一开盘跌下去，就是因为韩国嘛。韩国其实我认为是韩国的空头秃鹰放出一个消息，就是什么？辉达的伺服器机柜要减少使用记忆体50%，哇，很多呢，50%还得了，50%很多所以韩国呢，它本身主要的那个全指股又几乎都是做记忆体的，包含什么？三星啊，海力士啊，三星、海力士都是做记忆体的，当然记忆体暴跌，韩国股市就跟着暴跌。韩国股市还跌到熔断，他们跌5%是熔断，我们有没有跌5%？没有，我们跌2%就已经快受不了了，还跌5%。你想想看，我们台股今天跌5%的话是什么概念？今天台股跌3000点，跌3000点，大家受得了吗？所以你看台股并没有跌3000点啊，了解意思吗？再来，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讯息，你觉得是真的吗？我刚刚都讲了，这就是韩国的空头秃鹰放出来的消息嘛。大家想想看。黄仁勋现在离开台湾了，他去哪里？韩国。他去韩国干嘛？要产能啊！你不要跟我讲说他去韩国吃炸鸡，对，他去韩国也有吃炸鸡，但他最主要的目的应该是要产能嘛。既然他不太需要记忆体了，干嘛还要去韩国？大家讲了嘛，有没有道理？既然你记忆体都不需要了，你干嘛还要去韩国？那不就代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记忆体的需求量还是大的，那也就是要不要担心？不用担心。现在的下跌都是为什么？筹码性的修正，毕竟这一波已经涨多少了？我告诉你啊，从我4月7号喊全力做多以来，至少涨幅超过12000点了，涨了那么多，所以很多人在高档的时候，只要有一个风吹草动，这些多单就会非常的担心。然后呢，只要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砍完之后，你砍我，我砍你，你砍我，我砍你。老师暴露年龄了。好，重点是这样子轮流砍下去，就像滚雪球一样往下杀，所以这个杀的速度你会发现非常快。但我恭喜大家，杀的速度快，也代表回稳的速度很快。那回稳的速度很快，大家就要趁这一波杀盘，要逢低承接啊。那你说？老师只有记忆体吗？我告诉你，说不定这礼拜6、礼拜天过完之后，下礼拜一，我刚刚不是节目预告跟大家分享，下礼拜一可能先涨再说。为什么你知道吗？就看这2天，星期六跟星期天，美国跟伊朗如果正式推出个协议，星期一是不是就有可能先涨再说了？大家看哦，其实我觉得是蛮有几率的，因为你看今天呢。那个有一个消息，就是阿曼关键的原油码头遭到了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现在呢很严重哦，现在呢暂停原油装船的作业，也就是说，现在阿曼那边呢有些原油是没有办法出口了。那既然没有办法出口了，原油供给又更少了，那你说原油的价格应该会往上还是往下？往上。对，往上。我提示的那么清楚了，要不要我这样？不用。好，那我们来看。
那个布伦特原油，你看在这种利多消息带动之下，布伦特原油有大涨吗？它没有，没有下大涨，跌，还下跌。如果你按照技术分析来看，来，你喜欢看技术分析，我也带你看技术分析。我画一个前波低点就是压力线，技术分析是不是告诉我们跌破前波的低点？我已经尽量画很直喽。有没有很直？好，不要再说了。来，我们看到它跌破前波低点大概100块之后，你看跌下来之后反弹无力，都在100块之下震荡，这就代表说这是原油的空头走势，这后续有可能会持续性的往下跌。那既然原油为什么会往下跌？我认为最有可能性就是美国跟伊朗达成了一定的协议。那他们达成协议之后，原油价格大跌，原油价格大跌的话，今年通膨率是不是可以下降？通膨率下降，今年我认为还是有机会降息。那既然降息的话，我告诉大家，降息最大的受惠股通常都是科技类股。那台湾是科技类股还是传产类股为主？科技类股，科技类股为主。所以既然科技类股会受惠的话，股价都是提前反应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再还有一个原因，我告诉大家，我认为不会崩盘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昨天道琼股价指数是不是再创历史新高？那我们来看今天的道琼股价指数有没有因为韩国股市的崩跌大跌而出现明显的回档修正？没有，没有它维持在高档，这随时就是准备要再创新高的味道。我这样讲没错吧？是不是维持高档？好，那所以今天跌都是跌科技类股，科技类股纳斯达克指数呢跌幅比较深。那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美国的股市会不会崩盘？我认为不会。通常来讲，崩盘会怎样？你知道吗？道琼、纳斯达克指数通通一起跌，了解是吗？道琼、纳斯达克指数通通一起跌，才是崩盘的迹象。既然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下跌的，但是道琼股价指数并没有下跌，这就代表说这只是健康的类股资金的轮动，从科技类股转到道琼。那会不会道琼涨一涨，他们获利了结之后，资金又转到哪里去了？科技股又转到科技类股了。所以你现在要去追传产还是追科技类股？不是，是低阶科技类股，哪一个赚比较多？低阶科技，当然是低阶科技类股嘛。那你再看一下今天的台股也是一样哦。今天的台股的部分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传产类股就是银行股2881，你看创高啊，对，2882。创高100块了呢！金融股出来撑盘，金融股出来撑盘就代表说这个行情是不会崩盘的，那也是震荡之后它终将会再创新高。只是短线上来讲，因为毕竟涨了那么多了，很多人会开始获利了结，人踩人，造成股市的下跌回档修正。等这一波人踩人结束了以后，它就会继续涨上去了。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你再看国际股市，你看我都帮大家整理清楚了。国际股市，日本股市是不是开低之后也开始慢慢拉起来，收了下影线？对。那包含了台股是不是也收了下影线？所以整体来看，国际股市都没有太大状况。你再看台湾的主要权值股，台积电说真的跌幅有限啊。那除了台积电之外，我们来看一下，我不是有跟大家分享我最爱什么？微影啊，微影今天还收红今天台指期一度大跌1655点，伟创还能收红。既然伟创能收红的话，3231的，刚不是伟创是微影，微影还能收红，微影还能收红的话，伟创就是短线涨太多了，所以出现修正。所以我之前是不是一直跟大家分享说，伟创要不要追？不要追嘛。还有那个2382广达要不要追？不要。2317的鸿海要不要追？不要。我那时候不是跟大家分享吗？我鸿海不止没有追，我还干嘛？我还出掉了。我出在哪里？我出在这根红棒。我出在这根红棒之后呢，隔天涨起来，很多人就觉得老师你又卖飞了。结果你看，是不是往下跌了？那我们卖股票呢，不是看空，只是想要在低阶，了解意思吗？所以整个来讲，你看一下 AI 伺服器的股票并没有全灭。那整个来讲，全指股就表现得还好。那你再看一下华硕的部分，维持高档，几乎没什么跌。华硕相对抗跌，台光电跌下去之后也立刻拉回来，就代表说有买盘。那你再看
PCB 的大量是不是收在相对的高点？还有之前我讲过的川湖今天还上涨了5%，它创高了，老师。川湖是什么股票？川湖是那个滑轨，伺服器滑轨。伺服器滑轨的话，你看伺服器滑轨都能涨起来，它是涨什么？它是涨 AI 还非 AI？AI， 它涨 AI， 所以 AI 股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嘛。再来，你看到智邦也是逆势抗跌啊，智邦几乎可以说是横盘整理而已，大盘在跌，根本没在怕。也就是说，我刚刚以上林林总总讲了那么多，你说今天到底应该要低接，或者是这几天啊，应该要低接还是要赶快逃？低接。我坦白说，如果你手上已经有很多股票啊，你现在又不知道怎么做的话，我认为啊，你先不要动会比较好，等反弹，反弹再出，反弹换股，反弹换股会对你来讲会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如果你有资金的话，我认为你就是要低接，你就是要低接，了解意思吗？因为这个盘看起来，无论我们刚刚从什么资金面是不是一样嘛？资金面是整个资金在健康的轮动。我们也说了，如果通膨受到控制，今年一样是有可能会降息的。那降息的话，资金面是不是一样宽松？再来，国际股市是不是一样是稳定的？全指股也没有全面性的崩盘，对吧？再来，美伊是不是有机会达成协议？对，所以以上林林总总，你看国际股市也没有出现全面性的大崩盘，所以这个盘绝对不是空头。既然不是空头，碰到比较明显的大跌，应该要趁机站在买方。好，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了，我昨天买了，就一直拉，我昨天是买了。那今天虽然跌下去了，但是我只买一口，那我撑得住。那我今天继续买什么？台湾加权正2，我给它买起来。你看，全国大概只有我吧，只有我说什么做什么。很多老师都是叫你去做啊，有没有陪你做？你看哦，今天我知道了，画面给我了。今天我知道大家状况都不好，我状况好吗？我状况也不好啊。我告诉你，我也赔了300-400万哦，不，我少赚300-400万，不就等于是赔300-400万吗？我就算少赚了300-400万，我告诉你，我还是很有信心。上一次我少赚了200多万的时候，我不是一样是低阶吗？我低阶完之后，我赚更多，变成赚1000万，从赚300多万变成赚600多万，整个资产再次翻倍，那是不是坚持？你能坚持吗？为什么很多人来找我操作，就是因为自己做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嘛。那我相信这一波经过我的加码，然后呢，下波涨起来的时候，我相信我会赚的更多。了解什么？因为其实你知道，很多人啊，很多网红就随便秀个对账单，其实那些对账单我也只是看看而已。你知道什么样的对账单是最真实的吗？什么样的？预先跟你分享我有买，然后呢，后面跟你讲对账单。是不是才真实的？你看我是不是预先讲？来，我是不是那时候讲4月7号我说全力做多，我说全力做多我就进场做多。我4月23号他说是我叫他说的，上车了哦。对，我是不是就上车？你看我们是不是一路买，台湾50正2？现在我买国泰台湾加权正2，为什么？因为受台积电的影响比较小。好，所以你看我是不是一直买到我今天都在买？了解意思吗？那所以应该要低接，还是要赶快逃？我认为是要低接。那你自己手上的股票，当然如果不够强的，当然是要快逃。那重点是什么？要买什么？所以我们等一下节目会跟大家分析说，到底要买什么？难道是记忆体吗？记忆体其实今天的下跌我也不意外啊。我其实昨天还是前天就跟大家分享过，我说记忆体要开始出现震荡整理了，有任何的反弹。我都建议大家站卖方，结果今天连弹都不弹，速度很快，直接杀下去了，对吧？那今天为什么记忆体会下跌？我今天讲过了，刚刚讲了，辉达的伺服器机柜，人家有在传，说要减少50%的使用量。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辉达有新的专利，可以不用使用那么多记忆体。那我觉得这都是假消息，因为上一次也有传过一个消息。就是那个 Google 有一个加密技术，这个加密技术做出来，大家也可以减少记忆体的使用量。结果呢？结果记忆体类股族群还是持续的不断的再创历史新高。美光不是继续涨，三星还是继续涨。那这中间这些记忆体类股族群没有出现下跌吗？我告诉你，会大涨的股票，
也会大跌，了解意思吗？大涨跟大跌是一体的两面，如果不会大涨的股票，它就不会大跌。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反而要选择会大跌的股票，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想要做下一波的强势主流股的话，你就要去找那种会大跌的股票，大跌的股票让你可以买的便宜，下一波又赚的更多，了解意思吗？好，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美光跌7%，其实说真的，它跌7%，以整个基体的位置来看，它涨了那么多，跌7%，说真的还是在高档，还是在高档。再来 SanDisk 昨天跌了3%，你觉得？说真的，你只要不要追高 ，SanDisk 一样是赚钱。那比较惨的是我们台湾的华邦电嘛，因为台湾人比较玻璃心哦，不，台湾人比较谨慎啊，不是玻璃心，不要乱讲台湾人。你看台湾人比较谨慎，所以呢，只要有一个消息传出来，就马上给你跌停了。我们就是要出掉，我们坚守纪律把它出掉。好，那你既然没有出掉了，那你就不要出了，好不好？不要出在那么没尊严的位置。再看一下南亚科也一样啊，跌了8%，整体来看呢，我觉得还是涨的。那汪宏的部分，你看开低拉高收下影线喽，是强势的买盘慢慢要出来了。那力积电的部分虽然说压低，但是今天大盘整个都在压低，这没有办法。我认为力积电的部分也还是属于一个回档震荡，但是任何的反弹，我都会考虑把它占卖方。那微钢的部分真的我认为很弱，不建议做。实权的部分我也建议很弱，不建议做。任何的反弹都建议换股操作。其实大家很喜欢群联，因为群联它基本面真的是蛮好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一波的群联几乎是没有什么涨的。你看哦，这一波呢，南亚科跟华邦电是不是一直喷，至少再创新高了？你看一下群联有创新高吗？这一段涨起来有没有创新高？没有，没有创新高，它就是相对弱势。也就是说，群联开始出现横盘整理了。那我们早就已经跟大家分享，昨天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也跟大家分享。你看，早上第一时间我跟大家讲过了，没有选择撑住是比较好的选择。但今天重挫的族群应该在哪里？记忆体类股，记忆体类股，华邦电、南亚科、群联可能出现大震荡。你看，我们早上第一时间就跟大家分享了。重不重要？重要，重要，所以要加我的 LINE 小老鼠 GD1788，小老鼠 GD1788。在我们 LINE 这边呢，我们这边有一个最新的赚报，你给它按下去，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写给大家的赚报。至于今天大家最想知道什么事情，除了自己的手上的股票要不要调整，要不要卖之外，你看我刚跟大家讲什么10前宇章、威刚那些，我是不是说反弹无力，要卖都要卖，要卖就要换，就是要卖股就是要换。你看我讲的那么直接。一片惨绿之下，你要换什么？逆势抗跌股，通常来讲很容易成为下一波的主流。但我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些什么，你知道吗？做一些非 AI 的股票，比如说像电力类股。电力类股的话，我前几天就跟大家分享，我可以去做其他的，比如说台达电，对吧？我只说台达电，但台达电今天也是跌，因为今天大盘在跌，什么都在跌。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下个星期如果说呢，美伊达成协议？整个台股都涨起来了，你说台达电不会涨起来吗？那全指股肯定涨的，全指股肯定涨的。好，所以逆势抗跌股就很重要。我刚刚讲了，不要去做一些非 AI 的股票，比如说我之前讲说什么钢铁 AI 涨一天就没了，还有电源相关股票，我刚刚讲了，华城、亚力、士电、中兴电，今天最近都表现得不太好。我们来看一下华城、亚力、士电，你看。涨多少跌多少，涨多少几乎都跌回来，涨多少几乎都跌回来，这是你要的吗？不是，不是。所以逆势抗跌股就很重要。今天又哪一些逆势抗跌股，也许就可以带出一些族群是大家想要了解，比如说像国巨，国巨今天逆势抗跌啊。微影的部分我们就不多讲了，好不好？那我们先讲国巨，国巨是做什么的？被动元件。你发现被动元件今天都很强被动元件真的都很强你看今天大盘。大跌了1400点，它也是跌下去的，但是跌下去它还可以爬回来，还变成涨3%，涨3.5%。那你看其他的被动元件相关股票的话，华新科还是很强，信昌电几乎可以说是没跌啊，日电茂几乎可以说是没跌啊。好，所以被动元件相关股票真的都很强，所以我也帮大家整理出来了，被动元件相关股票到底有哪一些，好不好？这些大家就可以截图起来去看一下。
再来我们再看一下刚刚的逆势抗跌股还有哪一些？逆势抗跌股我们来看一下，逆势抗跌股我刚刚讲了，国巨是被动元件的，刚都跟大家讲了，被动元件有哪一些？再来就是细格、封测，还有奇邦也是封测，所以封测也很强。那既然封测很强的话，包含了细格、奇邦，我觉得6147的奇邦其实还是蛮强的。你有没有看到几乎是没什么跌的？那当然，同理3711就是龙头日月光当然可以继续留意，好不好？好，再来呢，奇邦细格，再来就是友达面板级散出型封装。友达涨什么？你看一下2409友达，其实蛮强的。2409友达虽然说你觉得今天在跌，但是你会发现它并没有跌破缺口，对不对？并没有跌破缺口，这个缺口并没有跌破，没有跌破的话，是不是相对强劲？那相对强势的话，我告诉大家，这一波友达震荡之后呢，很有机会再创新高。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为什么友达上涨？你不要专注在友达，也许可以找其他更强的，也不一定啊。因为你看友达是不是涨面板散出型封装？对，你看这下面还有一档叫做正达，友达跟正达都是面板级散出型封装，还有玻璃基板都是相关概念股。所以你看3149的正达，其实呢表现也是很强。来，正达3149，正达，我手指是不是这样？来看一下正达，也几乎在高档，而且老师他是不是也没有跌破下面那个缺口？它也没跌破这个缺口。那没有跌破缺口的话，很有机会在那边震荡之后就再创新高。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正达。那整体来看，你看友达、正达，那大家就可以联想到面板散出型封装。那面板散出型封装，你看我帮大家整理出来了，群创、友达、彩晶、正达是不是都很强？对。那还有哪一些面板级散出型封装？我告诉大家，提示设备类股。设备类股面板散出型封装是很重要的，为什么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其实台积电有说过，未来呢，如果都要改成面板散出型封装的话，你知道吗？所有的机器设备都要改。因为原来是圆的，现在是方的。原来是圆的，后来要变方的，那是不是机器设备都要改？对。那相关的机械设备的厂商，是不是就有机会跟着喷出去？也就是说，我觉得大家要留意面板散出型封装的设备相关厂商。那这些厂商呢，就在我这边，这几档都是。所以你加入我的 LINE 小老鼠 GD1788，点击给我正能量，我就直接免费送给大家去参考一下。好，再来呢，你会发现我刚刚讲了逆势抗跌股还有哪一些？来，我们再看一下联电，我就不说了。其实联电成熟制程其实相对来讲也是抗跌，今天没有再破底。再来呢，中仙、新仙，你知道吗？最近这个双仙为什么这么强吗？因为足球赛、世足赛要开打，人家就说那个衣服的需求会变好，所以中仙、新仙都很强。但我不建议，我刚不是讲啊，建议做 AI 股，所以中仙跟新仙很强，你可以看看。强茂最近二级体的股票都蛮强的，包含强茂、台半、富鼎这一些，所以我觉得强茂、台半、富鼎这一些呢，大家都可以看一下2481的强茂，你看今天也可以说是没有跌，而且是逆势抗跌之外还收红。再来华硕，刚刚是不是讲过了？AI 笔电华硕很强，所以我认为大家就看一下 AI 笔电的2357。那除了2357的华硕之外，还有和硕。和硕今天其实也相对抗跌，你看收了那么长的下影线，好长哦。对，好，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刚刚讲的族群，被动元件，还有什么面板散出型封装，对吧？那新鲜这些就先不要看。那笔电的部分，今天也跟大家讲过了，华硕、和硕，我觉得相对强。那包含了老 AI 股，广达，还有伟创这些呢，其实也跟那个 PC 是有关的。再来最后一档相对逆势抗跌股就是3033的微健。微健的部分，你有没有发现也是逆势抗跌？那微健逆势抗跌，它做什么了？通路商。其实通路商最近来讲也是蛮强的。那整体来看，我们可以看到通路商的龙头，你要看的就是文业、大联大。还有微健、安慈、至上跟秦雅。那秦雅的部分特别给大家看一下，
你说记忆体没救了，你看秦雅说真的，他们就是 IC 通路代理三星的记忆体，我记得他们是有代理三星的记忆体。那既然是代理三星的记忆体，理论上他们应该要大跌才对，但今天他们没有大跌，好，所以这告诉我们 IC 通路商也表现得非常的强劲。再来呢，事实上安慈的话，我觉得安慈大家可以看一下3528的安慈的部分，你看今天也是逆势抗跌。那安慈大家可以留在自己的选股名单。安慈的部分，你看第一季赚了2.83块，做什么的？类比晶片、工控高阶线，这些都是代理的，因为他们是那个通路商。了解什么？那整张图片记得大家可以那个截图下来去看一下。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说，其实这一次虽然说我获利1000万之后直接的往下掉，我自己呢也少赚了300-400万，但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你看每一次在震荡修正的时候，我都跟大家讲，我现在没有100万赢家，但是等到行情回来，我就会有更多的100万赢家、1000万赢家，甚至是1万赢家。也就是说，趁这一波下跌修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换股票，我欢迎大家可以跟上我们的脚步。你看一下我们因多少的100万赢家，多少的实力的证明，甚至都有1万赢家。好，所以呢，你买股票一定要买在利多发布之前，才能赚在利多发布之后。我认为每一战争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如果你现在真的非常的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跟着我一起去做操作哦。今天的节目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你追高的股票，我来帮你解决。先解套，后赚100万。解套计划持续进行中，欢迎加入我的 LINE 小老鼠 GD1788。投资能让你翻转财富，也能改变你的生活品味。想跟我一样成为100万赢家，甚至是1000万赢家，订阅我的频道小鼠 GD1788，小鼠 GD1788，按赞并分享，赢家思维就从今天开始。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